现在房价虽然便宜，但是工资估计还是买不起。平时收入只能吃喝玩，然后房子应该都是老一辈买的。我不建议别人买房子，我建议别人卖房子。如果你决定要结婚，没有房子这个事情在国内很难推进下去。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real estate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y kept growing, but the gap between what people earn and what homes cost only got wider. Now, after 4 years of falling home prices and repeated policy swings between tightening and easing, we're asking, how do people in China really feel about housing today? Can young people afford a home nowadays? Or do they even want to own one anymore? This is Lingming from ThinkChina. Let's go find out. 现在的年轻人能靠自己买房吗？很难吧？我们也是那个父母帮忙的。对，基本上在成都的话，男孩子一般是父母会全款帮他买到房子，然后女生的话，可能也会给个首付啊之类的。不成正比啊，就是收入肯定和买房子成不了正比的呀。就平时收入只能吃喝玩，然后房子应该都是老一辈买的。我是家里面帮助的，因为我自己的话，我没有这个能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普通的上班族年轻人自己上个班的话，想要买个房子非常困难。最好还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是比如说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中国很多一线城市来看，基本都在下降了40%甚至50%，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完全可以买房子的。现在房价虽然便宜，但是工资估计还是买不起。就我自己女儿的情况，我觉得说她买房是没问题的。孩子自己呢也是在体制内工作，再加上父母亲的退休金给他帮忙还贷，那就是这样的话，孩子在这一块就买房子不成问题。请问您自己或者您的家庭拥有房产吗？能大概给一个大概的价格估值吗？其实我在北京还是租房住的，因为我这工作在北京，家是在英国，所以这个房子在北京是临时还是租住了一套房子，我还没买。我当初我自己买的第一套房子的时候，价格大概是在2000块左右。那现在1万多块。现在的话应该400到800吧，应该是涨了有1倍。因为买的比较早，买的时候大概是2000年左右，当时买的价格是10万，还带点款。那后来它不停的涨价嘛，到了19年涨到大概500万左右了。现在我估计我们现在想换房子嘛，想卖的话300万差不多了，已经跌了很多了。我们因为不在市中心，在稍微郊区一点点的地方，所以说应该是在200万的样子。其实有跌一点点，我觉得应该有个15%的样子。现在的是有的大概是300左右。我家的那套房子应该是跌了，但是更多的是倾向于有市无价，就是很难再去给它卖出去。各方各面来讲，您觉得买房子重要吗？之前没买的时候觉得挺重要，但是买过之后我就觉得没那么重要了。我觉得租房也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每个月还房贷大概要还个7500块钱人民币，但是我租房的话，可能在我们那个地方，我2500块钱就可以租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房子。反正贷款30年，我感觉都一样的。我是觉得可能年轻人这块的话，没有必要为一套房子给束缚住吧。所以说，我觉得短期内年轻人可能你去租房子，在大的城市租房子住，能攒一笔钱。那未来说你去别的城市发展或者怎么样，其实。我感觉来说，可能对年轻人来说选择性会更多一些。我觉得生活的话不重要，但是结婚的话，就是一个社会规则的问题。如果你决定要结婚，没有房子这个事情在国内很难推进下去。非常重要，因为你没有一个家，年轻人的话他就很难组建一个家庭。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怕结婚，实际上担心的还是这个房子的问题。你要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家，就像一个小鸟没一个窝的话，你遇到了这些天灾人祸的时候，那生活就不稳定了。基于现在的房价跟市场情况，您自己或者说您会建议年轻人去买房吗？
我是之前自己投资了一个比较小的房子，倒回去看的话，可能我也不太建议说去进行这样一个投资哦，它会带给我一些压力吧。我们觉得现在租房会更合适一点，因为现在它的房子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投资价值，那相对我们还是年轻人跟老一辈想法不一样，不需要去为这些身外之物去考虑那么多，就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我不建议别人买房子，我建议别人卖房子。现在的这个价钱还是买黄金比较好吧。这几年房价掉了很多。刚好我又是这样的年纪，就是刚毕业没多久，才工作几年，马上就要面临结婚，然后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就需要一个房子的时候，我会觉得，怎么恰巧在这个时候房子会掉价这么严重，就感觉挺有落差的。我们这一代人，我们60后的，充分的享受到了中国的政策的红利。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一路走过来是非常非常幸福的。那如果说房价合适的时候，或者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分分钟都可以再给孩子买房子。您现在是怎么看待中国楼市下行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整体来说是件好事了，因为房价应该来说它不可能长期维持在一个高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我是个年轻人嘛，我也想有时候靠自己的努力来买一套房，而不是靠爸妈资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希望说房价会稍微走低一点。那么以我自己的努力呢，或许有一天我能买起自己的房。我感觉说，一个国家如果把所有的财政压在这个楼市上呢，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在想，我们的政府呢，一定也不会把这个整个的保压在这一块房价这一块，肯定还会想到其他的出路，从其他角度呢去突破这个经济的这个瓶颈，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以前有过投资或者这方面行为的一些就是群众来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在下降之前我就拥有了我的房子，所以我会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基于我们当时买的价格的话，现在跌了挺多的。但是只是自己住的话，其实感觉也还行，还能说服自己，因为你没有去出售嘛，所以就感觉还能安慰。但是如果是投资啊，本来想要出售啊，然后出租啊什么的，就会感觉说天塌了，怎么会这样？